灵活就业这词儿听着多高级啊！可谁能想到，它竟成了中国经济下行的一块遮羞布。中国就业市场迎来了灭顶之灾。财经智库最新报告震惊世界，截至2024年年底，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突破2亿，占劳动人口比例接近1/3。更可怕的是，阿里研究院预测，到2036年，这个数字将翻倍暴增至4亿人。这哪是什么灵活就业？这分明就是失业大军的华丽包装。就在中国新年假期刚过，本该是春招旺季的关键时刻，却传来了一个个令人心惊的消息。春招市场一片惨淡，企业裁员潮汹涌而来，中国打工人怕是要迎来史上最难熬的一年。往年工厂门口排起长队抢着招普工的盛况，如今已成为遥远的记忆。南华早报爆料，深圳一家公司经理道出了残酷现实：市场上求职者越来越多，但我们公司和大多数客户都倾向于维持现有员工队伍，没有扩大计划，能保住现有队伍就不错了。这还不算啥，很多企业干脆连办公室职位都砍了，预算一缩再缩，就为了留住那点可怜的客户。猎聘网的最新报告更是一盆冷水泼下来，2025年一季度，只有 30.85% 的企业打算增加招聘，去年同期可是 39.3%， 而计划裁员的企业从 12.47% 跳到了 19.08%。 这意味着啥？不仅不招人，还得裁掉1/5。智联招聘2月24日的2025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追踪了38个重点城市，结果触目惊心。新年后第3周，娱乐体育行业招聘职位涨了 5.2%， 可求职人数暴增 30.4%， 房地产、物流、餐饮这些吸纳大户招聘增长连 3% 都不到，求职者却像饿狼扑食一样挤破头。最惨的是蓝领岗位，数据显示，求职增速前排全是体力活，配送理货 47.9%， 包装工 45.5%， 零售百货 37.5%， 餐饮服务 35.5%。 这些岗位不仅累得要死，工资还低得可怜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无数人抢着干，因为没得选啊。过去10年，制造业可是3亿农民工的饭碗，贡献了 27% 的就业机会。可如今2022年农民工制造业占比跌到 27.4%， 比2012年少了 8.3个百分点。今年1月，官方制造业 PMI 又跌到 49.1， 连续收缩4个月。工厂不招人，农民工咋活？在过去的10年，制造业给3亿农民工贡献了超过 27% 的工作机会，但这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降至 27.4%， 较2012年暴跌了 8.3个百分点。而今年1月，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再次跌入 49.1 的收缩区间，创下近4个月新低。这意味着大量工厂正在收缩生产，甚至关门大吉。曾经被誉为中国出口制造中心的江苏昆山，如今已经面目全非。多家媒体走访发现，昨天还在招人的劳务公司，今天电话就已欠费停机。工厂倒闭，企业裁员，工资大砍已成为常态。昔日熙熙攘攘的工业区，如今门可罗雀。多位经济学者对此分析一针见血，很多企业为了求生存，肯定要缩减规模与成本，必须走向裁员。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比较明显的问题，企业不是不想招人，而是招不起呀。福建某地小业主陈先生向记者诉说了当地令人心惊的变化，这边工厂倒闭或搬迁了很多，外地人也少了很多。我这边沿海，以前满大街都是人，外地人比本地人还多，现在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市，如今冷清的让人不敢相信。
浙江陆先生的描述更是让人心凉。横店以前有很多外地人过来拍电影，当群众人员，现在外来人口可能不到以前的1/3，非常萧条。横店商业街的店面也是整条街开始关门了。这位见证了横店兴衰的陆先生还透露，以前拍电影、电视剧的话，那个剧组投入很大，现在都是小剧种，大部分都是网络短视频，几万块就搞定了。以前几千万、上亿的投资很少见了，这哪是什么产业升级？这分明就是全面萎缩呀！在找不到正式工作的绝望中，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加入了所谓的灵活就业大军。2021年，人社部统计灵活就业人员已高达2亿，占城镇就业人数的50%。而截至2024年底，这个数字已经突破2亿人。这不是进步，这是赤裸裸的失业潮啊！河南某村庄农民工赵先生的遭遇，就是千万返乡农民工的缩影。2年前，他因为工作不好，找从广东回到家中，如今成了灵活就业者。我现在什么都没做，在家里闲着，靠原先的一点积蓄生活。说实在的，年龄也大了，在那里干也没有什么盼头，不想干了。赵先生还道出了农村的辛酸，农民种地基本上赚不到钱，1斤小麦还没有1瓶水贵呢。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现状，出去打工没工作，回家种地没收入。绝望之下，只能靠做电商，靠流量赚点小钱，勉强度日。就在中国内部经济动荡之际，外部形势更是雪上加霜。在整体外商投资下降的背景下，外国公司正在疯狂减少在华雇员数量。2023年，外资企业在华雇员数量下降了惊人的15%，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万人。最近的消息更是让人窒息，奔驰中国2月26日启动裁员，裁员比例高达15%。汇丰银行将在中国顶建业务部门裁员900人。全球第2大葡萄酒与烈酒集团保乐利加和丹麦啤酒商嘉士伯本月初警告，中国消费需求回暖的迹象不多，2025年前景暗淡。嘉士伯首席执行官甚至预计，中国啤酒市场将萎缩4%至5%，保乐利加在华销售额更是暴跌25%。多位经济学家指出了这一切的根本原因，越来越多可以解决充分就业的民营企业受到打压，被国有化，而国有企业僵化，很难有比较好的发展。由于地缘政治与外部压力不断增加，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令大量的外企、一些高素质的企业慢慢转移。在传统就业岗位萎缩的绝境中，官方在各种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。然而，这不过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口号而已。官媒大肆宣传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等新兴科技领域将创造海量就业，但现实真的如此美好吗？经济专家一语道破天机，政府大力推广科技产业，确实创造一些新的职业机会，但这些所谓新兴产业吸纳能力有限，不像传统制造业动辄数十万岗位那么多大。AI 与自动化设备本身就会造成了大量的失业。政府规划的很美好，问题是科技行业最终是要有需求带动，而不是靠补助带动。目前科技行业整体需求的不足，招聘意愿也不强，只是靠政府的短期补助，这分析击中了要害。更讽刺的是，高质量和充分就业本身就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。专家指出，用计划经济来管市场这个思路很难成功。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一项毛骨悚然的预测显示，到2036年，中国新型灵活就业者可能达到惊人的4亿人规模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12年内，又将有2亿中国人被迫加入这个看似光鲜实则悲惨的灵活就业大军。而这仅仅是开始。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，川普新政府对中国贸易的打压
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构，中国就业市场的寒冬可能会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漫长而严酷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，2025年或许真的是最难的一年，但比最难的一年更可怕的是，未来可能还有更难的年份在等待着他们。